高考结束，我回家后高兴地说自己一定能成状元，我弟却笑得比我还开心。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绑定了成绩互换系统，多亏了你，这下成为状元的人就是我了。我顿时脑海一片嗡鸣，明明都是一家人，为什么要害我？我刚想质问为什么，我妈就开口接话了。咋的？你还不服气？你个女孩子，学习那么好有啥用？嫁人了还不是给别家当牛做马？不如让我的宝贵儿子上个好大学，这样我才能享清福啊！我看着他们这副嘴脸，笑出了声，想要用偷来的分数毁掉我的人生，可我早就被保送了，并且我高考时交的可是白卷啊！车子刚停进小区车位，我妈就拉着我弟兴冲冲往家冲，她全程都没回头看我一眼，可嘴里却不断喊着好儿子。耀辉，我的好儿子，你放心，系统绝对不会出错。你姐平时次快满分，换给你，你肯定是状元，到时候清大北华抢着要你。办酒的钱妈也准备好了，这次全拿出来，订最好的酒店，最好的烟酒，让风风光光做人上人。我弟林耀辉更是得意洋洋，拍着胸脯保证：妈，你就等着享福吧，以后我上了清华赚大钱，给你买大别墅，买豪车，让那些看不起我们家的人全都闭嘴。我跟在后面，脚步沉重，心却一点点冷成冰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家就是个多余的人，好吃的、新衣服、零花钱永远都是弟弟的，我却只能穿他剩下的旧衣服，用他扔了的破文具。哪怕我每次考年级第一，拿到学校奖学金，我妈也只会皱着眉把钱抢走。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，这钱留着给你弟买练习册、报补习班。我弟被宠得好吃懒做，打架逃课，考试全靠抄，高考前连最基础的公式都背不会，我妈却对我横眉冷指。你是姐姐，不会帮你弟补习，眼睁睁看他考不上大学，你安的什么心？这一次，他们竟然连我的未来都要抢走，想用下三滥的手段来偷换我的人生。这个家我彻底不要了。我擦干眼泪，默默回了房间，反锁上门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副校长王老师发来的消息。林楠同学，学校这边保送手续已经全部办结，9月直接报到就行，高考成绩不影响录取，你放心好了。我看着屏幕上王老师的话，嘴角勾起。林耀辉爸妈，你们想要我的成绩，想要办状元酒，风光无限，想要用偷来的分数毁掉我的人生，可我交的可是白卷啊！客厅里，我妈在挨个给亲戚们发语音炫耀，嗓音洪亮。他大姨、二姑、三舅都记着啊，6月底查分，我们家耀辉高考状元，清北苗子，到时候务必来喝状元酒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我可没说大话。接下来的10几天，家里这几个人都跟疯了一样。我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，联系酒店订酒席，发请帖，买烟酒糖果，逢人就炫耀自己儿子要当高考状元，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。我家耀辉平时看着低调，一考就是一鸣惊人，清北随便挑，以后可是国家栋梁。亲戚邻居们起初还纷纷恭维讨好，后来耳朵都快起茧子了，随意笑笑就给打发了。我妈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高兴得不得了，最后更是大手一挥，烟酒买最贵的，糖果买进口的，连给宾客的伴手礼都选了上百块一份的，生怕丢了面子。我弟则彻底放飞自我，天天熬夜打游戏到凌晨3、4点，跟狐朋狗友吃喝玩乐，更是主动买单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一顿饭花掉几千块都是常事。等我上了清华，我就是人上人。现在先享受享受怎么了？说我平常没咋学，那咋了？我躺着就能上名牌大学，你羡慕不来。我爸虽然嘴上不说，但却在单位在朋友面前腰杆挺得笔直，只有我被他们彻底无视，甚至被当成功臣软禁在家。吃饭时，我妈把肉菜全推到弟弟那里，随即不耐烦地瞪我：吃你的饭，别盯着耀辉的菜，他可是将来的状元，得养足精神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少吃一口死不了。我弟他故意把啃剩的骨头吐在我碗里，嬉皮笑脸道：姐，你以后可得好好伺候我，我上了好大学，找了好工作，还能罩着你，给你找个好婆家。我一言不发，默默扒拉碗里的饭，心里只有冷笑。他们以为绑定了成绩互换系统，就能拿走我的一切，就能让废物弟弟一步登天。我弟的分数只能是0分，系统确实能换分数，却换不走我白卷的事实。既然他们想要互换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查分前一天晚上，家里热闹得像过年，7大姑8大姨全都提前赶来，客厅里坐得满满当当，围着我弟不停夸奖奉承。耀辉真是出息了，平时看着不显眼，一考就是状元，给林家争光了啊！楠楠也不错，可惜是个女孩，学习那么好也没用，女孩子懂事儿就行。我妈立刻接话，语气骄傲又刻薄：女孩有什么用？学习好也早晚是别人家的人，还是我的儿子金贵。
我妈还说我能把分数给我弟是我的福气，她甚至还觉得让亲戚们多给我相亲，说现在彩礼少了，但是也够我弟弟用了。她还觉得姐姐帮弟弟是天经地义的。林耀辉翘着二郎腿靠在沙发上，嘴里吹着牛皮，说他可是天选之子，报清北的，不像我，连大专都上不了，还说明天查分，他肯定是状元，到时候记者都来采访，我们家就出名了。明天查分的时候，你们都来，酒席我已经订好了，就在全市最豪华的酒店，每个人都必须来看看我儿子的风光。三舅妈是个老实人，她不经意地问了一句：要是小辉成绩没那么理想呢？我妈立刻翻脸，指着她鼻子怒吼道：放狗屁！你就是嫉妒我儿子。楠楠平时次年级第一，换给耀翔，铁定是状元。再敢说丧气话，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以后别登我们家的门！三舅妈顿时吓得脸色发白，不敢说话。我坐在最角落的小板凳上，看着他们像一群跳梁小丑，心里毫无波澜，只有等待看戏的平静。明天就是他们美梦彻底破碎的日子。我妈却突然看向我，眼神凶狠，语气刻薄：林楠，明天查分你给我老实点，不许哭，不许乱说话，更不许给耀辉泼冷水，耽误他的喜事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抬眼淡淡回了一句，声音平静无波：放心，我不耽误你们的大事。只是这到底是喜事还是丧事，我就不好说了。我弟不屑地瞥我一眼：姐，你就是嫉妒我，羡慕我有系统，羡慕我能上清华，你就算再厉害，也是为我铺路。我没理他，低头专心看着大一的学习内容。第二天一早，天还没亮，我妈就醒了，在客厅里嚷嚷着，兴奋的睡不着。早上8点，亲戚们就挤满了客厅，电脑被搬到客厅最显眼的位置，他们盯着电脑，眼神灼热地等待查分通道开启。我妈双手合十四处转，对着天花板不停祈祷，嘴里念念有词：状元状元，我儿子一定要是高考状元，清北录取马上成真。我弟倒是不慌，时刻保持着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。肯定没问题，系统不会出错的，我姐的成绩全是我的，稳了。我爸坐在沙发上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脸上挂着即将光宗耀祖的得意笑容。只有我靠在门框上，安安静静地看着这场闹剧。上午10点整，省教育考试院查分通道正式开启。我妈一把推开我，激动地抓住我弟的手：快，耀辉，快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，马上就能看到状元分了！我弟兴奋得厉害，他深吸一口气，狠狠点击查询按钮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死死地盯在电脑屏幕上，连呼吸都停止了。下一秒，分数跳了出来，屏幕上一串刺眼的鲜红的0，晃得所有人眼睛生疼，客厅瞬间死寂。我弟脸色煞白，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又狠狠拍了拍屏幕：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系统出错了，一定是网站崩了，我的状元分呢？我妈也慌了神，扑到电脑前，用手疯狂拍打屏幕，声音尖锐：破电脑，烂网站，肯定是坏了！我儿子怎么可能考0分？他可是状元啊！我爸蹙了蹙眉，但又很快又放松了下来。他清了清嗓子，摆摆手，大声地安抚道：别急，都别急，这不是考0分，这是高分屏蔽。我了解过，每年全省前10的状元分数都不显示，统一显示0分，这是保护高分考生的政策。这话一出，像是一颗定心丸，让我妈瞬间活了过来。她说肯定是高分屏蔽。我妈拍了下大腿，瞬间喜笑颜开。我就说我儿子是状元，分数太高，被官方屏蔽了。哎呦喂，太好了！我弟松了一大口气，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，炫耀道：看到没姐，我是状元，被高分屏蔽了。我妈立刻拿出手机，打开家族群、朋友圈、小区群，手指飞快地打字炫耀，语音一条接一条：各位亲朋好友，喜讯，特大喜讯！我家耀辉高考分数被官方高分屏蔽，铁定全省前10，状元稳了。明天在第1大酒店举办酒席，下午6点准时开席，大家都来捧场。看着他们自欺欺人、疯狂炫耀的样子，我嘴角的笑意更甚。高分屏蔽真是可笑又可怜，真正的屏蔽下方也是显示红色小字的。刚才的电脑上可什么都没有，这可是我弟实实在在的我白卷换来的0分。中午12点，离晚上的状元酒只有几个小时，酒店那边已经开始催着确认人数、布置现场。我妈忙得脚不沾地，到处打电话招呼客人，脸上的笑容就没停过。我看着他们忙前忙后，像一群无头苍蝇，淡淡开口：要不再查一次吧，别真的出错了。我妈立刻停下手里的事，戳着我的胳膊，破口大骂：你个丧门星，就不能说点好话？耀辉是状元，复合也是状元，你就是嫉妒你弟，见不得他好，故意说晦气话。我弟也跟着一起骂我，他气焰嚣张地上前：姐，你别酸了，系统加持，我就是状元，复合100次也是第一。你就是羡慕我有爸妈疼，有系统帮我。我淡淡抬眼，语气平静：复合又不麻烦，几分钟的事，万一真的是系统问题，
早点弄清楚也好安心，免得晚上酒席上被人问住，答不上来丢人。亲戚们也觉得有道理，跟着劝。是啊，复合一下更放心，免得有人说闲话。毕竟零分看着确实吓人。我妈拗不过众人，不情不愿地打开了官方复核通道。这个通道是人工审核，数据直接从考场调取，绝对不会出错，最权威。耀辉，再输一次，让所有人都看看，我儿子就是状元。我弟再次输入准考证号和身份证号，点击复核申请。所有人再次围在屏幕前，大气不敢出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。10秒后，复核结果跳了出来，上面写得很直白：林耀辉总分0分。除此之外，备注上还有一句话，上面说该考生高考答题卡全程空白，未作答，无任何书写痕迹，成绩按白卷处理，总分无效。甚至在句尾还强调了下，并非高分屏蔽。白纸黑字，红色官方印章显示得清清楚楚，铁证如山，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，是真真正正的0分。大厅里空气瞬间凝固，我弟当场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他嘴唇哆嗦着。系统明明说互换成功的，怎么会是0分？我弟猛地看向我，是你搞的鬼！我妈眼睛一瞪，僵在原地。下一秒，她又像是被雷劈中，突然尖叫起来：“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考试院改错了，你们瞎了吗？我儿子怎么可能交白卷？他是状元啊！”她扑到电脑前，疯狂刷新页面，一遍又一遍。可每刷新一次，屏幕上就稳稳地跳出白卷0分4个大字，刺眼的要命。她哭喊着问她的状元呢？他的清北苗子呢？让我们把他儿子的成绩还给他，说那是我女儿的分数，是互换过的。我爸也彻底慌了，他再也装不出镇定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成绩互换系统？是不是骗我们的？你高考到底考了什么？我弟被摇得浑身发抖，吼着哭着坦白，声音嘶哑。他坦白他没有骗人，系统是真的，是真的能互换。一定是我姐故意交的白卷，就是为了害他。所以最后系统把他的0分换给他了。他骂我是贱人，说我就是故意的。一句话像一颗炸雷，在客厅里轰然炸开，所有人都懵了，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妈愣在原地，过会儿她机械地转头看我，声音发抖，问我是不是像我弟说的那样交了白卷，问我高考是不是一笔没写。我轻轻点头，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我告诉他就是白卷，全程空着，交上去就是空白答题卡。我说你们不是要成绩互换吗？我成全你们。我说系统是真的，还很灵，把我的0分完美换给了耀辉。问他们开心吗？我妈如遭雷击，她踉跄着后退几步，没站稳，然后一屁股狠狠摔在地上，后脑勺狠狠磕到茶几，发出闷响。晚上6点，酒店里的状元酒即将彻底变成了一场天大的闹剧。除了部分先到场的亲戚朋友，剩下的人也陆续来了。街坊邻居、我爸妈的同事、我弟的狐朋狗友，全都来了。整个大厅里坐得满满当当，到处都是彩带和红绸。酒宴正中央挂着恭贺林耀辉高考状元的巨大红色横幅，主持人也站在一旁等着状元登场。我也一样，门开了，我妈红着眼睛，头发凌乱的出现。她硬着头皮一步步走上台，拿起话筒，手抖个不停。话筒声响起，断断续续，哽咽的不成样子。她告诉各位亲朋好友，今天的状元酒取消了。台下瞬间炸开了锅，喧闹声几乎要掀翻屋顶。有人问怎么回事，不是说状元吗？有人问耀辉到底考了多少分，怎么突然取消了？有人说他们衣服都换好了，就等着喝状元酒呢，耍他们玩呢。我妈手足无措地站在舞台上，好像被逼到了绝境。我怎么能让妈妈孤立无援呢？眼看我妈脸色越发燥红，我选择帮她。我径直走向她，俯身对着话筒，一字一句地解释道：抱歉各位，我弟弟太顽劣了，他高考交了白卷，总分是0分。话音落下，全场死寂1秒钟，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堂大笑。有人大笑着说0分还敢办状元酒，真是笑死人不场面。有人说白卷状元头一次听说，这是他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有人说之前在小区里到处炫耀吹上天了，原来就是个0分白卷，真是丢死人了。嘲讽声、议论声、嘲笑声铺天盖地袭来，像潮水一样把我妈淹没。她站在台上，脸白一阵红一阵青一阵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话筒哐当一声摔掉在地上，发出刺耳的噪音。我弟一直躲在后台角落，不敢露头。我爸也被一群老朋友围着调侃嘲笑，他气得脸色铁青，脖子上青筋暴起，可一句话也不敢反驳。我站在原地，勾起嘴角微笑。期间，有人故意扯着嗓子大声喊，让林老板既然儿子0分也是分，就办个0分庆祝酒吧，也算难遇。有人让他以后别吹牛了，吹牛吹破了多丢人现眼。有人说重男轻女宠出来的好儿子果然不一样，白卷0分光荣。有人说晦气，他家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，别占了这霉运，喊着走吧走吧。宾客们纷纷起身离场，没人愿意留
留下来吃这顿丢人现眼的酒席。一些跟我妈不对付的邻居更是一边走一边笑，把邻家儿子零分状元酒的笑话传遍了整个酒店，有的还发到网上，整个小区甚至半个城市都知道了。酒店老板恰当的出现了，他拿着合同要求我妈给他结算场地费、布置费、酒席费，一共86000元，要求1分都不能少。我妈当场崩溃，她坐在地上大哭大闹，拍着地板撒泼，说她没钱，她不赔，是酒店不好，是她女儿不孝，都是她的错，真可笑。她骂儿子不争气，骂老天不长眼，骂亲戚看笑话，唯独没骂自己重男轻女、偏心眼，用阴毒手段害女儿。我自始至终站在人群里，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们被所有人嘲笑、唾弃、指指点点，这一切都是他们自找的。偏心了10几年，宠出一个废物儿子就算了，还妄想用系统偷换我的人生，最后落得这个下场，是活该。酒店的经理可处理惯了撒泼打滚，一个报警电话治得我妈服服帖帖，乖乖地交了钱。回到家后，他们3人狼狈地坐在沙发上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妈先发制人，她当即把所有的怨气、屈辱、愤怒全都撒在我身上，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，唾沫星子不断朝我脸上喷。他妈都怪我林楠，全都怪我，要不是我交白卷，耀辉怎么会拿到0分？我们家怎么会变成全城的笑话？他说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嫉妒弟弟，见不得他好，想毁了他，骂我是丧门星白眼狼。我爸也跟着怒吼，说我养你这么大有什么用？一点都不知道为家里着想，不会帮弟弟，只会看家里笑话。骂林家怎么会生出我这么恶毒的女儿？我弟朝我吐了一口，语气更是理直气壮。他埋怨都怪我明明可以好好考试，为什么要交白卷？说我要是考了高分，他互换过来，现在就是状元了。他说都是因为我害他丢人，害他没学上，害爸妈被人笑话。说着，3人还试图上前打我，被我躲过了。我只觉心冷，他们丝毫不反思自己的错误，不反思自己重男轻女，不反思自己用系统偷换成绩，不反思自己纵容儿子变成废物，却把所有责任全都推到我头上。我妈见我躲闪，直接冲上来，狠狠朝我的脸扇过来。她边打边骂，说要打死我这个不孝女，让我交白卷，让我毁了他们家。没有反应过来，我挨了一巴掌，半边脸一下子肿了起来，火辣辣的，我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随后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腕，用力甩开，让她踉跄着后退好几步，摔在地上。我冷冷地看着他们3个人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，像在看3个陌生人。我问他们，怪我有什么资格？我说从小到大，他们偏心耀辉，什么好东西都给他。我穿旧衣服，吃剩饭，用破文具，他们管过我吗？我说我每次考年级第1拿奖学金，他们全都抢走给他花。我说过一句不吗？我说清北招生办亲自来找我，给我保送名额，不用高考直接入学。他们知道后却当场拒绝，逼着我哄着我参加高考，还弄来什么成绩互换系统，要把我的分数换给耀辉。他们讲过一点道理吗？我说耀辉自己不学习逃课打游戏，连公式都背不会，高考本来就只能考200-300分，我交白卷系统互换，他拿到0分是他应得的，结局都是没学上。我说他们重男轻女偏心眼，用恶心人的手段毁掉我的人生，现在落得这个下场，全是他们自作自受，活该。一番话说得他们哑口无言，我爸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我妈被噎得说不出话，愣了半天才狡辩道，说我胡说，说他们偏心怎么了？我是姐姐就该让着弟弟，这是天经地义。他说清北保送被他们拒绝了，我还不好好考，我也没学上，骂我没良心的，宁愿都不上学，也不肯让弟弟上学，说他怎么生了我这个小丫头骗子。我懒得跟他们再废话，拿出手机打开邮箱，找到清北大学本科保送录取通知书，连同招生办盖章的官方文件一起递到他们面前，还把屏幕亮度调到最大。林楠同学，经审核，你获得庆北大学免考保送资格，无需参加高考，录取有效，9月正式报到入学。鲜红的公章，官方的抬头，清晰的姓名、身份证号，一目了然，假不了。他们彻底傻眼。我妈盯着屏幕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随后，她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，手指颤抖着指着屏幕，问保送的事，问我怎么会被保送，说她明明已经拒绝了的。我冷笑出声，反问官方的流程，她说拒绝就拒绝。我弟也凑过来，等看清文件内容，他瞬间面如死灰，瘫坐在地上。我爸颤抖着手拿过手机，他反复确认了10几遍，最后长却是叹一口气，瘫坐在沙发上，像老了10岁。他们终于明白，从头到尾被蒙在鼓里的只有他们自己。我早就拿到了顶级学府的保送资格，根本不需要参加高考，不需要任何分数。所谓的成绩互换系统被他们用错了地方，最终换来了一个天大的笑话，不仅落得一场空，还成了全城的笑柄。我妈脑海里回想着报送文件，待了足足好几分钟，终于彻底崩溃了。她扑通一声
竟然直挺挺地跪在我面前，甚至不顾自己膝盖砸在地板上发出的疼痛。他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，眼泪鼻涕糊了一脸。楠楠，我的好女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偏心眼，不该重男轻女，不该逼你参加高考，不该相信那个破系统，不该害你受委屈，求你原谅我。你是清北保送生，是我们家的骄傲，是我们家的救星，求你别不管我们，别丢下我们。他开始一边哭一边狠狠扇自己的耳光，一下又一下，力道大的脸颊瞬间红肿。我不是人，我偏心，我蠢，我瞎了眼，放着优秀的女儿不疼，去宠那个废物儿子，我活该，我罪有应得。求你出去跟别人说你是状元，让妈找回点面子，行不行？我弟也跟着扑通一声跪下，爬到我脚边，他开始不停磕头，额头磕在地板上，发出咚咚的响声，很快就红了一片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骗你，不该用系统换你的成绩，不该看不起你，不该欺负你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不想被人笑话，我想上大学，我想有前途。你是清北秘密保送生，你一定有办法帮我，求你救救我吧。我爸也红着眼眶走到我面前，这是他第一次弯下腰，低声下气，语气卑微地跟我说话。楠楠，爸以前对不住你，爸忽略你，偏心弟弟，让你受了10几年的委屈，爸给你道歉。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们计较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重男轻女了，再也不宠耀辉了，全家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家里以后还是要靠你的。他们3个人齐刷刷地跪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，忏悔道歉，磕头求饶，姿态卑微到了极点。刚才还嚣张跋扈指责我的一家人，现在全都变成了丧家之犬，只求我能原谅他们，继续做他们的乖女儿、好姐姐。看着眼前这一幕，我心里毫无波澜，没有心软，没有同情，只有一片冰冷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他们重男轻女了10几年，欺负了我10几年，无视我的委屈，抢走我的东西，毁掉我的前途。这不是几句道歉，不是几个磕头就能一笔勾销的，哪怕现在痛苦的忏悔，也是想要继续压榨我留下的鳄鱼的眼泪而已。我冷冷地抽回自己的腿，后退一步，避开他们的触碰，语气没有一丝温度。我告诉他们晚了，你们偏心的日子到头了。没有一丝动摇。你们一家人把我当家人了吗？从小偏心，长大抢我前途，出事就迁怒于我，想尽办法害我骂我，这样的家人我不要也罢。至于养老，你们有儿子，让你们儿子给你们养老，别来找我。我10几年的委屈和伤害，不是一句改就能抹平的。我拿起笔，先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毫不留情地按上指纹，然后我把笔扔在桌上。签字，你们虐待我这么多年，别逼我走法律程序。我爸看着我决绝的眼神，知道再也没有任何希望。他还妄想等以后我这个状元女儿给他长脸，于是他拿起笔，手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妈和我弟还在哭天抢地，哀嚎不止。受到我爸眼神逼迫后，最后也不得不拿起笔，一笔一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3份协议书全部生效。从这一刻起，我与这个重男轻女的家彻底一刀两断，再无任何关系。我回到楼梯口，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其实只有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装着我这些年的衣物、证件、奖状，还有那份珍贵的保送通知书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林家。
没有留恋，没有不舍，没有回头。我握住门把手，轻轻一拧，门外阳光明媚，微风和煦。门内是压抑了我10几年的痛苦、委屈、偏心、伤害。咔嗒一声落锁，我过往18年所有的不堪、恶心、仇恨都被彻底关在了身后。从此，我自由了。2个月后，秋高气爽，我带着为数不多的东西，独自一人踏入了大学的校门。校园里绿树成荫，书香满园，学风浓厚。这里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，是我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光明前程。我站在大学校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、朝气蓬勃的同学们，心里充满了希望和力量。这里没有重男轻女的父母，没有废物懒惰的弟弟，没有无休止的偏心和委屈，更没有不间断的算计和伤害。从今以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，为自己的未来奋斗。我加入了心仪的专业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每天都过得充实而快乐。我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样子，奖学金、竞赛金牌、科研项目大奖，我样样收入囊中。而我的父母兄弟则彻底沦为了全城的笑柄。我弟高考0分白卷丑闻传遍全城，没有任何一所高中愿意让他复读，只能去工地打工。可他从小被宠得好吃懒做，眼高手低，吃不了苦，换了无数份工作，全都被辞退，选择去工地搬砖，还犯错被砸伤了腿，最后只能在家啃老。听花婶说，他天天跟父母吵架打架，家里乱得鸡飞狗跳。我妈更是天天以泪洗面，后悔得肝肠寸断。她到处跟人说自己错了，不该偏心儿子，亏待女儿，可没人同情她，所有人都觉得她是活该，是报应。她被我爸打，被他亲儿子骂，渐渐变得憔悴，像苍老了10几岁，也不出门见人了。我爸也没好到哪里去，他在单位被人嘲笑，被领导边缘化，最后只能提前退休。据说他整天躲在家里，唉声叹气，喝酒度日，身体垮得一塌糊涂。博士毕业后，我进了大厂当领导，年薪几10个。工作期间，他们曾无数次换着手机号给我打电话、发消息，求我回家，求我原谅，求我帮衬弟弟，求我给他们养老。我全都拉黑，视而不见。我不恨他们了，时间会淡化我对他们的恨，但我也不原谅他们。我们就这样走在属于自己的路。他们重男轻女，偏心纵容，阴私狠毒，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，这是因果。我这20几年间，却始终坚持着，努力着，保持清醒独立，也该赢得属于自己的璀璨人生。落地窗外，骄阳当空。9月，清北大学的校园里，银杏叶刚开始泛黄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在林荫道上，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。迎新志愿者很热情，帮我拎行李、指路、办手续，全程笑脸相迎。宿舍是4人间，上床下桌，窗明几净。室友们陆续到来，他们来自天南海北，有四川的、山东的、广东的。大家自我介绍时，我说自己叫林楠，来自一个小城市，喜欢读书和做科研。他们问我高考多少分，我说我是保送生，没有参加高考。他们露出羡慕的表情，说保送生都是大神，以后要多关照。我笑了笑，没有多说。大学第1个月，我过得充实而忙碌，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，去操场跑2公里，然后去图书馆占座。专业课我听得很认真，笔记记得密密麻麻，课后还会找老师请教问题。教授们都很喜欢我，说我基础扎实，思维敏捷，有科研潜力。我加入了学院的一个重点实验室，跟着博士生学长做项目。学长姓周，是个很温和的人，做实验时却非常严谨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他问我为什么这么拼，我说我想把以前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他没有多问，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加油。期中考试，我考了全专业第1名，辅导员在年级群里发了喜报，说我总分第1，比第2名高出20多分。室友们起哄让我请客，我爽快地答应了，请他们去学校门口的火锅店吃了一顿。饭桌上，他们问我是不是天才，怎么学什么都这么厉害。我说不是天才，只是比别人多花了一点时间。他们问我每天泡图书馆不累吗？我说累，但习惯了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这份拼劲不是天生的，是被逼出来的。从小到大，我只有考第1，才能在家里有一点存在感，哪怕那点存在感很快就会被我妈的偏心碾碎，我也必须考第1，因为那是当时我唯一能证明自己价值的东西。现在没有人逼我了，我却停不下来了。10月底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号码是本地的，但我没有存过。我接起来，对面是我爸的声音，苍老了很多，小心翼翼地问我在学校好不好。我说很好，问他有什么事。他沉默了很久，说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听听我的声音。我说如果没事我就挂了，还有实验要做。他急忙叫住我，说家里出了点事，想让我帮帮忙。我没有说话，等他继续说下去。他说我弟在工地被砸伤了腿，医药费花了好几万，家里积蓄不够了，问我能不能借点钱。我说断绝关系协议书签过了，你们的事跟我无关。他声音哽咽起来，说你弟弟毕竟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我说他活该，从小到大被你们宠成废物，现在知道疼了。我爸没再说话，电话那头只有沉重的呼吸声。我挂断了电话，把那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。回到实验室，我对着电脑屏幕发了好一会儿呆。周学长注意到我的异常，问我怎么了。
我说没事，家里的一些破事不想提了。他没有追问，只是说如果心情不好就早点回去休息，实验可以明天再做。我说不用，做实验能让我静下来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11月，学校举办了一场创新创业大赛，我和几个同学组队报名，做了一个关于人工智能辅助教育的项目。我负责核心算法的设计，连续熬了好几个通宵。比赛那天，我们的项目拿了金奖，奖金2万块，我分到了5000块，给室友们每人买了一杯奶茶庆祝。他们说林楠你太牛了，以后跟着你混了。我说好啊，以后我吃肉，你们喝汤，大家笑成一团。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躺在宿舍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。不是因为难过，是觉得这一切太不真实了。半年前，我还是那个被关在家里、被骂丧门星的女孩。现在我是清北大学专业第1，手握金奖，保研名额基本稳了的林楠。我没有靠任何人，全靠自己拼出来的，这眼泪流得值。12月，北京下了第1场雪，我站在宿舍窗前，看着外面白茫茫的一片，想起小时候每年冬天都只能穿我弟穿旧的棉袄，那棉袄又大又破，袖口都磨出了棉花，我穿着像套了个麻袋，同学们笑话我，说我像个叫花子。我回家跟我妈说想要一件新棉袄，她骂我矫情，说有的穿就不错了。那年冬天，我冻得手上全是冻疮，写字都疼。现在我自己有钱了，去商场买了一件羽绒服，700多块，白色长款，穿上很暖和。我还给自己买了一条围巾，一双手套，都是新的，没有人穿过。我把旧衣服全部扔进了垃圾桶，包括那件破棉袄。扔的时候，我犹豫了1秒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旧的东西就该扔掉，人也一样。寒假快到了，室友们都在兴奋地讨论回家的车票。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我说我不回家，留在学校做实验。他们很惊讶，说春节都不回去吗？家人不会想你吗？我说我没有家人了，我一个人挺好的。他们愣住了，识趣的没有再多问。除夕那天，整个宿舍楼几乎都空了，只剩我一个人。我在实验室待到下午5点，然后去食堂吃了1碗饺子。食堂阿姨问我怎么不回家过年，我说家太远了，不想折腾。阿姨叹了口气，多给我舀了几个饺子，说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。我端着那碗饺子，眼眶热了一下。回到宿舍，我一个人坐在床上，打开手机看春晚。外面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响了一整夜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0点的时候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，内容是：楠楠，新年快乐，爸妈想你了。我没有回复，把短信删了，然后关了机。大年初1，我去实验室继续做实验。周学长也在，他说他也不回家过年，因为要赶论文。我们2个人对着实验数据，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9点。他请我去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，说算过年了。饭桌上他问我为什么从来不跟家里联系，我说家里不值得联系，就这样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追问，举起饮料杯说新年快乐，我也举起杯子说新年快乐。那时候我想，这个年过得也不算太差。开春后，我接了一个家教兼职，给一个高2的女生补习数学。女生叫小冉，性格很开朗，就是成绩不太好，尤其是数学，每次考试都不及格。她妈妈很着急，说再这样下去，高考就完了。我给小冉上课的第1天，问她为什么不喜欢数学，她说数学太难了，学了也没用。我说我以前也觉得数学难，但后来发现难的东西才值得学。她不理解，我就给她讲了自己的故事。我说我之前也差点被人毁掉前途，但我靠自己爬出来了。她听得眼睛都红了，说姐姐你真厉害。我说你也能像我一样厉害，只要你愿意努力。从那天起，小冉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每天刷题、问问题、整理错题本。3个月后，她的数学考了全班第3名。她妈妈打电话感谢我，说我是他们家的大恩人。我说不用谢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挂了电话，我想起我妈以前说过的话，说女孩子学习好有什么用？嫁人了还不是给别家当牛做马？真讽刺！我现在不仅学习好，还靠学习赚钱养活自己，活得比任何人都好。而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的宝贝儿子，现在躺在医院里，腿还瘸着。5月份，学校评选优秀本科生科研项目，我的项目被评上了1等奖，奖金1万块，外加一个去哈佛大学暑期交流的机会。全院只有2个名额，我是其中之一。辅导员让我准备材料、办理签证和出国手续，我忙得脚不沾地，却觉得充实又快乐。有一天，我从系办出来，在楼梯口遇到了副校长王老师，他看到我很高兴，问我适应的怎么样。我说很好，谢谢王老师的帮助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前途无量。我说我会继续努力的。他点了点头，说他知道我家里的事，说我能走出来很不容易。他说有些伤疤永远都在，但人不能被伤疤困住一辈子。我说我明白。
我现在过得很好。他笑了笑，说那就好，说看到我这样，他也就放心了。我走出西半大楼，阳光正好，暖洋洋的照在脸上。我想起1年前也是这样的阳光，我从那个家里走出来，头也不回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会很难，会撑不住，会在某个深夜崩溃大哭，但事实是我扛过来了，而且比任何时候都活得精彩。那个被他们当成累赘、当成工具、当成牺牲品的女孩，现在是清北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。那个被他们捧在手心、寄予厚望、偷换别人人生的男孩，现在瘸着腿躺在病床上，连个工作都没有。人生真公平。6月，高考季又到了，新闻里铺天盖地的高考报道，家长送考，考生入场，作文题目解析。我刷着手机，看到一条新闻，说某地一个考生高考作弊被抓，成绩取消，禁考3年。评论区有人说活该，有人说可悲，有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我想起1年前林耀辉在查分前那副得意洋洋的嘴脸，他以为绑定了一个破系统就能偷走我的人生，他以为不用努力就能躺上清大北华，他以为这辈子都有爸妈兜底，永远不用吃苦。结果呢？0分，白卷，全程笑柄，腿瘸了，工也打不了了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7月份，我拿到了去哈佛的签证，机票、住宿、保险、学校全包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。室友们送我去机场的时候，羡慕的不行，说林楠，你是我们宿舍的骄傲。我说你们也加油，以后肯定比我更厉害。他们说拉倒吧，你这辈子我们都追不上了。我笑了笑，推着行李箱走进了安检口。飞机起飞的时候，我看着窗外的城市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点。我突然想起我弟当年吹的牛皮，说他要上清华，赚大钱买大别墅。现在站在这里的是我，要去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交流的是我，拿到一个又一个奖项的也是我。不是因为他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他从来就不配。8月中旬，我从哈佛回来了，2个月的交流学习让我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继续深造的决心。我想读博，想成为一名科学家，想在人类知识的边界上留下自己的一点点贡献。没有人能阻止我了。9月，我升入大2，依旧保持着专业第1的成绩，依旧每天泡在实验室里。新学期开学那天，我在校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我妈。她站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，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脸上全是皱纹。她看到我，眼眶一下子红了，喊了一声楠楠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她没有动。她小跑着过来，把塑料袋递给我，说这是她自己腌的咸菜，以前我最爱吃的。我没有接，只是看着她，问她来干什么。她说想我了，想来看看我过得怎么样。我说我过得很好，不需要你来看。他嘴唇哆嗦着，说你还恨妈吗？我说不恨了，但也不原谅。你走吧。说完后，我转身走了，头也不回。身后传来他的哭声，一声比一声大，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保安过来把他劝走了，说这里不能闹事，让他去别的地方。他被人架着离开了校门口，塑料袋里的咸菜掉在地上，撒了一地。那些咸菜就像他迟来的母爱一样，一文不值。寒假我依旧没有回家，我报名了一个冬令营，去南极科考站做志愿者。同行的有7个同学，都是从全国顶尖高校选拔出来的。我们在南极待了整整1个月，看到了极光，看到了企鹅，看到了无边的冰川。零下40度的天气，呼出的气瞬间结成冰霜，冷得让人骨头疼，但风景绝美，美到让人忘记呼吸。